哎，你的车装行车记录器了没有？没有嘞，哪里可以哦？安全问题来的嘞，很贵啦，没有钱嘞。哪里会？入门才200多块而已，这样便宜的咩？可以用的嘛？当然 OK 啦。来，今天介绍你这台70迈的 A200行车记录器。没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台70迈的 A200行车记录器。如果对这台机器有稍微了解的朋友，它算是一个70迈行车记录器家族中蛮入门的型号。这次的这个 A200跟之前当然有不一样，因为这是新的升级版嘛。它升级了什么？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升级就是第一点。60 FPS 的拍摄，因为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 FPS frame per second， 就是我们的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你如果在录影的时候，它其实是每秒拍几张照片，用照片来组成影片。所以如果说30 FPS， 就是你每秒拍30张照片，你在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30个画面。但如果你是60的话，你的细节就加倍。所以60 FPS 的升级呢，某程度上就是一种画质的提升。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它这边写什么啊，它这个1080 with HDR， 这个是跟之前一样的哈。但是因为 FPS 的升级，让它的拍摄直接有大幅度的进步，这是第一点。1080 HDR。就是我们之前说 HDR， 就是它的亮暗自动调试。你在大太阳，像这样大太阳的情况下，它不会过曝。那你进入隧道啊，一些比较暗的停车场，它也不会过暗，晚上不会过暗，它的亮暗会自动调节。你像是担心有些车头灯往你的大镜照，你拍到它，你会可能过亮，你拍不到前面的东西。所以这个 HDR 它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第二个是 Parking Surveillance， 它可以升级这个24小时的监控功能。第三个 App Control， 当然它可以支援手机连线。虽然我们可以知道A 系列的都是有萤幕的，但它还是可以支援 App 的连线功能，把画面传到你的手机。然后它当然也支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看到吗？它是有后镜头的。A 系列我们常讲 A 系列的特点，第一个它有萤幕，第二点它可以支援后镜头，这就是 A 系列的型号。那其他的细节还有什么？其他细节还有就是它的超广角，它有130度的广角。那内容物有什么呢？现在我们马上就来开箱。全新的型号所以它盒子应该是跟之前也是有不一样的。好，一样老样子，上面是配件包。下面是这个说明书以及另外一些配件包，打开来看，你的静电贴、你的双面胶全部都在这边OK， 好，这个我们放旁边。然后主体相机 A200的主体就是这台，它 A 系列讲过很多次了 ，A 系列它是有萤幕的，然后镜头可以上下转，很开心，我最喜欢的后镜头，这次是有选配后镜头的，所以它如果你是有买后镜头的，它就把后镜头放在一起盒子给你。如果你是只买前镜头的，它就是另外一个包装盒。OK， 这是后镜头。再下来就是它的配件包，来老样子，一盒一包长长的电源线。这个电源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这个接头所以表示说它是给后镜头使用的电源线。第二组电源线就是这一包，我们可以看到它仍旧使用的是 Micro USB 的电源线，这个是给前镜头的。这个东西就是双面胶贴在你的大镜上，然后可以把 A200扣上去就好了。sorry， 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扣的。OK， 对，这样子就好了，非常简单，非常的简单，非常容易使用。OK，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USB 头，但是跟800、810不一样，它就只有一个头而已嘛，因为你才入门级的。最后就是这个电源线的撬棍啊，你想要自己安装，你就用这个。如果你觉得你要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你就去 accessory 店安装就好了。所以它的内容物虽然简单，可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分装、它的包装、它的细节处理得很好，所以即使是入门200多块的东西，你买起来还是感觉
很满足啊，有那种高级消费感。好，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 Dasher Putrajaya， 他们这是新的分店哈，目前总共有3间嘛，一间在 Glamoury， 一间在 Putrajaya， 一间在 Johor Bahru。所以我的车已经丢进去了哈，他们在准备 set up 整理弄干净，准备安装那颗 A200了。然后有人问说，诶，跟他们买了，这样是不是免费安装啊？没有哦，就是因为你如果上网买，你就是预了，就是自己可以搞定嘛，就我也示范过，其实可以的嘛。但是你想要做的漂亮，做的专业啊，来这边他们有收费，那个价格表也写得清清楚楚，可以先做 research， 大概60多到150之间呐、所以，走，我们看专业人士开工 ，Let's go。好，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开始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然后你看到他们的 Dasher 的这个installation hub 哦，他们的椅子一样有标准的，会做一个 cover 给你。然后刚刚他们先做了那个量线怎么跑的位置，看可以安装最好的位置是在哪里。然后就第一步先把相机定位，先把相机固定好位置。OK，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安装，等下就走线。哦，你们有把 rubber 拔下来。哎呦，竟然到得了哎！没有说啊，你看我们一般是走前面的香烟头嘛，今天不要，我们走中间的香烟头，其实也是可以的。装了前镜头，我们下来装后镜头了。啊，大师在量着位置，我们来跟大师学习一下，什么叫做专业的安装。喝水。好，我们的 A200已经装好了哦。然后你有看到它的走线比较特别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 eyesight 的 sensor 镜头在这边啊，所以它避免那个线跑进去，所以它必须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哈，所以就会稍微明显一点点，但是没有问题啊。主要是他们要小心，就是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很重要。那就是装好了，专业人士搞定1个小时不到，真的是1个小时不到就前后已经弄好给你了。然后我们等下要去实测嘛，当然行车记录器要实测嘛。它有2个功能啊，叫做什么 My Color Vivid Plus Solution 跟My Night Out Vision， 就是强调它的夜拍能力。所以我们等
家做一个测试，实际看看白天的上路画面前后，晚上的上路画面前后，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结果如何。OK， 这颗行车记录器我用了大概2-3天吧，白天夜晚都行驶了一些画面，所以现在的环节就是实际看它的拍摄成果表现如何。我先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这颗行车记录器我们一再强调，它是70迈旗下的入门级型号哦，所以200多块的预算，200多块是包前后镜头的哦，就我不会对它的期待有像 A800、A810。那种非常高清 4K 的画质，我们就是来看200多块的情况下，你有这个60 FPS 1080加上 HDR 拍摄表现究竟如何？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前后的白天拍摄画面。OK， 我们可以看到哦，白天的拍摄画面，它的这个外面你即使是大暴晒、大太阳的情况下，它的画面还算是很和谐的啊，和谐用这个字可以吧？然后车牌你说要看得清楚啊，你有一定的距离，然后速度也是一个关键。但是整体上来说，前面的镜头200多块的表现，我觉得算是非常不错了。后面的镜头白天的表现呢，整体上也算是 OK， 因为 SUV 哈，你往下拍那个角度，比较特别一点点，但是整体上都看得到，尤其是你停在后面的车辆啊，还是2件事。速度、距离都是关键，然后还有2件很重要的事，大家装后镜头挑剔来的时候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OK， 第一件事，你车子的丁灯什么状况？我先强调我的丁灯是非常黑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政府规定，后面的挡风玻璃你丁灯要放全黑都没有问题。那你后面安装这个行车记录器，你就要知道说，你的丁灯会直接影响你的拍摄画质。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丁灯是不是有 bubble， 是不是已经蒙了，是不是已经阻挡你的整个画面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你从肉眼看可能看不出，可是从镜头看就会影响非常大。OK， 所以这点大家要去注意了哈。你行车记录器安装的时候，这个丁灯也会起了一定的影响。好，注意，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晚上的表现了。晚上来前镜头的表现啊，我觉得 OK 啦。这个价位上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挑剔了。速度、距离以及环境灯光照射辅助的情况下，前面的车牌以及行驶的整个清楚的程度啊，整体我觉得都 OK。然后 HDR 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对面的车头灯它就只是亮一点点，它不会整个爆在你的整个画面上面，所以整体的处理其实 OK 的，它会明显把对面的车头灯的亮度调低，控制在那个车头的范围里面，就一个圈子这样子丁灯也是一点我前面的丁灯装的蛮好的。OK， 后镜头就比较勉强一些了，灯光距离 OK 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车牌的整体的环境看得到，车牌就是要有这个灯光，然后距离、速度，都很关键。所以200多这样子的情况，我是不会挑剔的。那你问我看了之后，我会做怎样的选择？我告诉你，双12要来了嘛，来，前面不用想 A810，后面来直接 A200。这个装在后面，我觉得根本就完美啊，是不是？调下一点，对啊。所以说，那天我们去安装的时候，确实有看到另外一辆车前面装一台，后面装一台。因为你要知道，你原本那个后镜头就是一个几十块的东西，所以你要让它尽可能的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后面也装一台行车记录器啊，对啊，你budget就不要省了，直接给它上一台200块的。A200，所以你说是不是？这是最好的solution了。双12不要等了啦，刷下去就对了。所以是我们今天的实测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要不然subscribe我们 channel，我们下期再见，拜。